嗨，小伙伴们，这一期开始讲 iOS 自动化的内容了。iOS 自动化环境搭建的话，最开始讲环境搭建的时候已经讲过了。好，那本期主要讲一下 Appium 框架的基本原理。这个呢是我查阅资料后按照自己理解画的图。安卓的话之前已经讲过了，现在来说一说 iOS。Appium 这个框架本质上是一个服务器客户端的模式。Appium 客户端发送请求给 Appium 服务端，这个服务端接收请求后，把这些数据通过约定好的协议以及通信方式传输到手机上面，从而让手机去执行客户端发出的指令。这个客户端就是我们需要编写的测试用例或者测试脚本，也就是我们写的代码。那我们写代码的话，一般是基于 Appium 提供的客户端库，也就是这个。然后这里的服务端就是之前用 Node.js 安装的这个 Appium 的应用。然后这个 WebDriver Agent简称 WDA， 是我们在执行测试的时候 Appium 会自动给手机安装的一个用来辅助测试的 APP。 就是之前讲环境配置的时候用Xcode手动编译的那个 APP， 其实也可以选择让 Appium 自动编译 WDA， 但是可能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。做自动化测试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稳定，所以我建议还是选择手动编译。安装的时候也可以选择手动安装。当然，我这里说的手动，后续都可以转为自动的方式，只不过是自动调用命令去编译，而不是通过 Appium 自动编译。然后这个 APP 通过调用这个 TaskUI Test 这个框架的 API 来达到操作被测 APP 的目的。那这个框架呢，本身是 iOS 系统内置的一个测试框架，是系统自带的。来看一下之前安装的驱动。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自动化驱动，这个是驱动的名称。可以看到它是以这个刚才说的这个 iOS 的这个 TaskUI Test 这个框架来命名的。它这个驱动的主要作用是接收从 Mac， 也就是电脑端传过来的指令，然后呢再去调用这个框架的 API 来操作被测的 APP。 那被测 APP 执行完操作后，操作结果基本上会原路返回。那回到我们这个客户端，我们的代码再对传回的结果进行相应的处理，大概就是这样子一个过程。OK，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了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